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工作和学习方式的书籍《番茄工作法图解》。这本书的作者是瑞典作家史蒂夫·诺特伯格 （Stephen T. Berg），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时间管理专家，致力于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番茄工作法图解是他对番茄工作法这一高效时间管理工具的深入解读和图解化呈现。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任务和干扰所淹没，时间似乎永远不够用。番茄工作法图解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帮助我们重新掌控时间，提高专注力，并最终实现高效工作。无论你是学生、职场人士，还是自由职业者，这本书都能为你带来显著的改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整天忙忙碌碌，但回头一看，却发现真正完成的任务寥寥无几。或者，你是否曾在工作中被各种邮件、消息和电话打断，无法集中精力？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还让我们感到焦虑和挫败。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在写作时也曾面临类似的挑战。他通过严格的作息和专注的工作方法，克服了这些困难，最终成为世界级作家。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一种名为番茄工作法的时间管理工具，看看它如何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1. 番茄工作法的核心理念：专注与休息的完美结合。番茄工作法的核心理念非常简单，选择一个任务，设定一个25分钟的计时器，全神贯注的工作，直到计时器响起，然后休息5分钟。每完成4个番茄钟，进行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息，通常为15到30分钟。这种方法的背后是时间和原理和工作休息循环。时间和原理指的是将工作时间分割成固定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专注于一个任务，避免多任务处理带来的效率低下。而工作休息循环则基于人体的生理规律，帮助我们保持高效的工作状态，避免疲劳。应用番茄工作法，首先需要准备一个计时器，可以是手机上的计时器，也可以是专门的番茄钟应用。设定25分钟的时间段，专注于一个任务，不受任何干扰。25分钟后，休息5分钟，放松一下，然后重复这个过程。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能有效提高专注力，减少分心。其次，规律的休息能帮助我们保持精力充沛，避免长时间工作带来的疲劳和厌倦。最后，番茄工作法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时间，清晰地看到每个任务的进展。书中提到，而不是让你在长时间内低效工作，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番茄工作法的精髓。通过短时间的高效工作，我们不仅能完成更多任务，还能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2. 克服拖延。番茄工作法的秘密武器。拖延是许多人面临的共同问题。番茄工作法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帮助我们克服拖延，立即开始行动。拖延的根源在于对任务的恐惧和不确定性。番茄工作法通过将任务分解成小的、可管理的部分，降低了任务的难度和压力。同时，25分钟的短时间工作也让我们更容易开始行动，而不是被任务的庞大吓倒。当面对一个庞大的任务时，我们可以将其分解成若干个小任务，每个小任务对应一个番茄钟。例如，写一篇论文可以分解为查找资料、撰写提纲、撰写正文、修改论色等步骤。每个步骤设定一个15分钟的计时器，立即开始行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我们不再被任务的庞大吓倒，而是能够逐步完成每个小任务，最终完成整个任务。同时，短时间的工作也让我们更容易集中精力，避免分心。书中写道，拖延的根源在于对任务的恐惧和不确定性。通过将任务分解成小的、可管理的部分，我们可以降低任务的难度和压力，立即开始行动。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番茄工作法克服拖延的原理。3. 消除干扰，专注工作的关键。在现代社会中，干扰无处不在，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即时消息等都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番茄工作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帮助我们消除干扰，专注于当前任务。干扰会打断我们的工作流程，导致效率低下。番茄工作法通过设定固定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创造了一个不受干扰的工作环境。同时，短暂的休息时间也让我们有机会处理一些必要的干扰，如回复紧急邮件或消息。在每个番茄钟开始前，关闭所有不必要的通知和应用程序，告知同事或家人你正在工作，不希望被打扰。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设定一个紧急中断机制，例如在计时器旁放一张纸条，写上紧急中断，请稍等。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我们能够在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中工作，专注于当前任务，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短暂的休息时间也让我们有机会处理一些必要的干扰，避免错过重要信息。书中提到，干扰是高效工作的最大敌人。
通过设定固定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工作环境，专注于当前任务。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消除干扰的重要性。4. 规划与反思，持续改进的基石。番茄工作法不仅是一个时间管理工具，更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通过定期的规划与反思，我们可以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规划与反思是自我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规划，我们可以明确目标，制定计划，避免盲目行动；而反思则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改进的方法。在每个工作日开始前，花几分钟时间制定当天的番茄钟计划，列出需要完成的任务，并分配相应的番茄钟。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花几分钟时间反思当天的进展，总结经验教训，调整第二天的计划。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个任务的进展，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同时，定期的反思也让我们有机会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书中写道，规划与反思是高效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定期的规划与反思，我们可以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这句话强调了规划与反思在番茄工作法中的重要性。5. 团队协作，番茄工作法的扩展应用。虽然番茄工作法最初是为个人时间管理而设计的，但它同样适用于团队协作。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团队协作的核心在于沟通与协调。番茄工作法通过设定固定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为团队成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工作框架，促进了沟通与协调。在团队中应用番茄工作法，首先需要制定一个共同的工作计划，明确每个成员的任务和责任，然后每个成员按照计划进行工作，设定相应的番茄钟。在每个番茄钟结束后，进行短暂的团队交流，分享进展和遇到的问题。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团队成员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工作框架下进行协作，促进沟通与协调。同时，规律的休息时间也让我们有机会进行团队交流，及时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书中提到，团队协作是高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这句话强调了团队协作在番茄工作法中的应用。通过以上对番茄工作法图解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管理工具，更是一个改变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思维方式。它教会我们如何在一个充满干扰和挑战的环境中，保持专注、高效工作，并最终实现个人和职业目标。如果你也想提高工作效率，克服拖延，消除干扰，那么我强烈推荐你阅读《番茄工作法图解》。这本书不仅提供了详细的理论指导，还包含了丰富的实践案例和图解，帮助你轻松上手，立即开始应用。记住，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通过学习和应用番茄工作法，你可以更好地掌控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享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不要再让时间从指缝中溜走，从今天开始，行动起来，尝试番茄工作法。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